Hello，大家好，我是秋子。有好些天没有跟大家聊天了，有没有想我呀？今天早上又接到私信了。哎呀，有好多朋友都说秋子你怎么样了？好担心你呀，怎么样的？大家放心，秋子很好。现在是移植的第9天了，能吃能喝能睡，然后心情舒畅。因为我每天都有在看大家的视频，还有大家的评论，看一看动画片呀，所以心情特别舒畅。视频发出去之后呢，我发现我的粉丝朋友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做了试管婴儿成功了的宝妈，然后有一部分呢是正在做试管婴儿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即将准备做试管婴儿的姐妹们，所以大家对试管婴儿呢都是特别的感兴趣，想要多多的了解一下，所以秋子就拍这样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些天的感受吧。我看了大家的评论，大家对秋子做试管婴儿呢都是特别的感兴趣。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有几个问题，然后秋子就给大家一一的解答，好吗？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秋子和周医生为什么要去做试管婴儿？不能自然怀孕吗？这个问题呢，是我和周医生的一个伤心之处吧。我跟周医生从小就认识，然后后面大学毕业回来以后就在一起了，在一起也很多年了。我们之前怀过2个孩子，都是因为后期停育了。然后我们就去各大医院做了检查，检查出来呢，我们两个并没有多大的问题，只是检查出我们两个有地中海贫血。虽然不是同一个型号的，但是呢还是有风险，所以我们现在就再也不敢冒险说再自然怀孕了，因为我们的年龄和我们的身体都不能再受一次这样的折磨了，所以我们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做试管婴儿。第二个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做试管婴儿的孩子是不是自己的？因为我在评论区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朋友发表了一条评论，就说花那么多钱还不是自己的孩子，何必呢？可能大家对试管婴儿有一定的误解吧。其实做试管婴儿，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孩子的，除非是夫妻双方有一个人有基因缺陷，或者是有遗传遗传基因的，就是说遗传病学基因的，所以就医生建议不要用自身的基因去做试管婴儿的，但是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哦，做试管婴儿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孩子。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做试管婴儿要准备多少钱？嗯，其实吧，每个人因人而异吧，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然后用到的方案还有一些药物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用到的费用也不一样。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有的是2、3万就做成功了，有的是3、4万。然后像我和周医生是做第3代遗传学，就是基因筛查的，就是费用稍微比较高一些，而且前期的检查费，还有吃药的费用，还有移植之后的一些检查费，还有吃药的费用都是自己出的，所以这个费用就比较高，很难估算。到目前为止，我和周医生花掉的费用应该有10多万，接近20万了。我们两个没有仔细的去计算过，因为我们两个一心只想要一个健康的宝宝。我们两个的思想是统一的，就说先要一个健康的宝宝，钱咱们以后一家子再努力的去赚。第四个问题就是说，做试管婴儿要准备什么呢？怎么去选择医院？哪一家医院比较好呢？其实现在做试管婴儿的技术呢特别成熟，每一家医院的成功率都差不多了。我个人觉得吧，我们选择医院呢，就选择一家自己觉得让自己很舒服的一家医院，然后就是交通比较便利的一家医院就可以了。像秋子的话，这条路走过来我是比较坎坷的。长沙的几家医院，就是大家说的医院，大家说的医院呢，我都有去看过，中信湘雅，还有
叫什么来着？湘雅附一，还有妇幼，还有一个叫湖南省计划生育研究中心，还有桂林的几家医院我都有去看过，最后我选择在深圳了，也是一种缘分吧。所以大家在选择医院上面呢，不要太纠结，既然选择了，咱们就信任他们，然后放心的把自己交给医院就可以了。我相信每一对夫妻，如果不是因为有迫不得已的苦衷，是不会愿意让自己的妻子去饱受折磨的做试管婴儿的。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做试管婴儿的姐妹都能够被身边的朋友善待，也希望咱们身边的朋友能够给做试管婴儿的夫妻们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包容。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问题想要问秋子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下方评论留言，然后秋子看到之后呢，一定会及时的回复大家的。这期咱们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期见，拜拜。